让我们掌声有请黄子弘凡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朋友们。哎呀，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，偷偷看，为什么偷偷呢？因为我吧，这个人平时啊，不小心会有点吵，所以说呢，要是看得太明显了，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吵了。但是啊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觉得来到现场见到大家，啊，这个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。我叫黄子弘凡，谢谢你们，哇，我终于来讲脱口秀了，我真的是我们脱口秀10年的忠实观众。今天看到我喜欢的这些脱口秀演员，呼兰、广智、豆豆，一个都不在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作为脱口秀的朋友来到这里，我真的好开心。本来呢，我自己啊都想来现场看的，但是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爆了，观众根本报不上，我只好来当校友团了。主要是啊，我们校友团能说话，哇，我可太说话了，真的，我可太说话了，朋友们，我不说话你们都看不出来。我真的太爱说了。其实啊，我本来叫黄子弘的，但我的话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不要再说了。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呢，很喜欢接话。哦，我不是那种上课爱接话的人啊，我下课也爱接话。我上课接老师，下课接同学。放学我妈来接我，我接我妈。接话这个事儿啊，我真是从小接到大，我可谓是在家接父母，出门接朋友，4海之内接兄弟。但我这个人呢，交朋友从来不在乎他话多不多，反正都没有我多。接话呢，我是很专业的。我会研究不同老师的风格，有些老师喜欢互动，有些老师喜欢文本，有些老师喜欢叫家长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你都得研究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啊，今天我也研究了咱们校友团的老师们。哎呦，嗨，看看，3个爱唱歌的，都特别爱说话。娘娘老师特别不爱讲话，鲁豫老师特别会讲话，张绍刚老师没听过他讲话。哦，我平时都是跳过的。张老师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都是为了跳过你才开的腾讯视频的会员哦。只为你花钱哦。哦，对了，娘娘老师，你说你这么不爱说话，那你说话的份额可以让给我吗？哦，但可能不太行，因为大老师和深深老师啊都给用了。大家都说他俩从不让话掉在地上，我就不一样，话掉地上我就捡起来接着接。小时候呢，我妈就跟我说了，说掉地上3秒以内的话接了没事，超过3秒就都是脏话了。虽然我很爱讲话，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，我是一个歌手哦。我从小呢，身边的人就发现了我的唱歌天赋，天天让我唱歌，天天让我唱歌。我以为是鼓励，现在想想，
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发现我唱歌的时候话比较少。哎呀，没想到我后来练了美声，不仅话没少，嗓子还不累，说话更有劲儿啦！谢谢大老师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唱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也是比赛出来的。那我听说这一次很多的我们的新朋友们参加比赛啊，然后节目组呢就问我说，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可以分享？哦，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独门的这个小技巧，就是不参加比赛。好了，开玩笑啦。那其实想要克服紧张，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。参加比赛也有很多好处的呀。有什么好处呢？问得好。这就相当于节目组请你来上海玩一趟。上海好玩的地方那么多，不知道去哪儿看大众点评必玩榜啊。新奇体验都帮你挑好了，玩了就上头。来都来了，必玩榜上的地方都去打个卡，好玩的地方咱都得去一去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这里不好玩，那明年也可以去对面看看。那说起来，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害怕比赛，就是害怕被点评、被比较。那有些外界的声音呢，总是分外刺耳。我也是，因为总有人说我有今天，就是靠我爸。因为我爸也是唱歌的。开什么玩笑？难道不是因为我唱歌，你们才知道我爸也是唱歌的吗？我俩到底谁靠谁呀？而且我妈也是唱歌的呀，怎么不提我妈呀？该不会是我爸自己传的吧？但我今天啊能来到这儿，根本不是靠我爸，甚至都不是靠唱歌，我就是靠话多。那我要是唱歌，看那山河远阔，听那清河的呐喊，想要素履以往，我们总是不甘平凡。你看，一点儿也不好笑吧？就只剩帅了呀！救命了啊！但是现在我的心态呢，已经是完全的调整过来啦。成长的路上，谁不会碰到外界的声音呢？换个角度来看，如果外界的声音让你成长，那怎么不算一种天赐的声音呢？反正啊，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，只要你话足够多，就总有朋友愿意听你说。好了，我的脱口秀就先讲到这里啦，我上那边接话去了。朋友们，一会儿见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我是黄子弘凡，谢谢。掌声欢迎小齐。各位好，我是小齐。哇，太热情了，朋友们，我都有一种错觉，我感觉我现在流量直逼黄子弘凡呐。谢谢你们啊，跟各位分享点好消息啊，在我这个不善学习的家族里，我妹妹成为了第一个考上1本的。哇，1本 ，one book。但我分不清我妹妹是聪明还是傻，你知道，她有能力参加高考，但高考完问我该报什么专业，问我真的，我托好几个人问半天，劝她报3个专业，她又不报。她说这3个专业本科没有。
但真的很想帮他的，因为从小为了他好好学习，全家呵护，也告诉我要保护好这个妹妹。但朋友们，真是报应呢。前一阵发现，找了个中专男朋友，他自个儿还看不上自个儿了。谢谢你们。但我真不想让我妹妹找一个中专，你们能理解吧？对，但我不是歧视中专啊，我是了解。而且见了他们更害怕了，他俩看着太不对劲儿了。那男的吧，太帅了。朋友们，我很爱我妹妹啊，我不能评价她的长相。哇，我妹妹这个人就是长得像我。而这个男的是个中专帅哥，你知道，朋友们，我不歧视中专，我也不歧视帅哥，但我歧视中专帅哥。因为看到太多了，我印象最深就我同学小李，他当在学校每天都在跟人一见钟情，给丘比特累坏了。那丘比特得有个诸葛连弩。给不认识的人写情书，让我去送。我中专没毕业就干上物流了，我就偷看他的情书，你打开真的是鲁莽。第一句就是“你好，我爱你”。第二句是“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词汇量匮乏的我都能翻译成英文。Hello, I love you. What's your name? 那个操场指了一个人，我送完回来，他在那，哥们儿，送错了，但这也行。中专精神，题答错了就改题干。而且我妹妹选了一个最差的让我见她男朋友的方式，带男朋友来看我演出，不告诉我，也不告诉她男朋友我是她哥，给我吓坏了。你知道小剧场演到一半，我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在那边笑，哈哈哈，边盘我妹妹大腿。我都要骂人了，朋友们。我没等骂呢，放我妹妹在哪？弹回来了。No， 你知道我妹妹在我心里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天使呢，你懂？看到他俩在这腿鬓厮磨的时候，感觉小天使在抽旱烟，那种哥哥。我那天太后悔，为什么讲那么多中专骄傲的段子？我妹妹见我第一句话就哥，我男朋友也是中专，那种感觉就看我会找吧。我的意中人，跟你意中人。我感觉她男朋友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内心的虚伪。我天天说什么中专好，中专好，可能我想说的就是，我是好中专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因为我发现我居然对中专有刻板印象呢。我发现这哥们儿的工作，就是在理发店里洗头，在台球厅里摆球。我没忍住，我说找这么标准的中专吗？我妹妹很生气，中间把我叫出来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一直要问人家家庭条件怎么样，做什么工作？你为什么从来不问他对我好不好？我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？”我说：“哦。”我说：“那他对你好吗？”他说：“一般。”我说：“你要干啥？想跟我讲漫才？”跟我俩漫才乐。他说：“哥，我知道他有很多缺点，但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缺点，才叫真正喜欢这个人。”
什么叫喜欢一个人的缺点？那这个人得有优点吧？你干喜欢缺点？帅。行，你们跟他过去吧。太紧张。帅是一种武器，他能刺向你。好吧，他帅，但在我这儿，我觉得他没有优点。我觉得我妹妹一时屁，因为人是可以喜欢臭豆腐，对吧？闻着臭，吃着香，但闻着臭，吃着臭。但我妹妹其实有点生气，说你这个哥爹味儿这么重呢，能不能把架子放下？真的，我试着把哥哥的架子放下，但是没想到，跟这哥们儿聊得挺投缘的，我聊起中专来没完了，一见如故的。我发现他有优点，真的有优点，不只是帅。就中间我们在等第2场演出，然后观众马上进场了，空调坏了，所有人特别着急。只有他站在凳子上拿钥匙把空调修好了。我当时看见他，我还得是中专呐。我妹妹跟他在一起，起码冬暖夏凉吧。同意了，可能用不着我同意。其实我记得他俩走的时候给我妹妹发微信，我说觉得你俩挺好的。但我觉得你千万不要陷得太深，受到伤害，巴拉巴拉。我说一大堆，我妹妹一句话给我整懵了。他哥，我就看他帅，跟他玩玩。我说啊，我说那我还能见到他吗？一见如故的。他后来知道我妹妹就故意气我，其实我仔细反思了一下，我真的没什么资格说人家，因为我女朋友也是一本。啊，是，这可能是报应吧，挺可笑的是吧？其实，我没有一个妹妹，但我女朋友有一个哥。哥哥眼中的那个中专，我帅，谢谢。帅！我不记得那个中专生长什么样子了，但我记得他的名字。我是小齐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